多管闲事是吧？啊！别动！这是管制刀具，麻烦报个警。哎，我报过去了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用不着咱们。 老公，你快起来！老公，没事吧，老公？宝宝，妈宝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你好，是我报的警，他们打我老公，刚才一个美女帮我们见义勇为的。老公，你们说吧，老公。宝宝，您好，同志。你好，是这样，这2个人非法持有管制刀具，让我给制服了。感谢你的见义勇为，不过还要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，去做一下笔录。没问题。 这边请。你们2个也跟我一起回去一趟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姑娘面相看着挺文静的，这身手还挺敏捷。这一看就同行，专业的抓捕手。 何磊，好队，行了，走，找你点事儿。来，上次你设计的那种移动靶，训练效果不错呀。来交流的支队回去以后呢，也试着搞了。他们的支队长听说后就来问，说还有没有这方面的特殊器材可以分享。那也不能可意这样伸长薅羊毛，这可能是我的秘密法宝。 什么秘密法宝？提高全员的作战技术能力，这对我们整个警队都是好事情啊！哎，你可不能藏私啊！就是开个玩笑，你还认真了。这样吧，你把咱们大队自己研发的作训器材和训练方法做一个文档，到时候安排一节分享课，你去讲一下。明白。对方警队的感谢信到了，你看看吧。 谨以此信表达我们诚挚的谢。哎呀，您看这感谢信都到了，说明我这任务完成的不错呀。还行吧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申请调休？舒文波都休假了，你还想休吗？舒文波是因为他过年就没回家，他妈好不容易来一次，那不得好好陪爸？那就是了。你不是说你帮他顶了吗？ 我的意思呢，也不是真休假。您看啊，这几天晚上也没什么任务，我能不能出去吃顿饭，解解馋？吃个饭没问题，只要不是你值班。哎，晚上必须回来啊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呢，有几个新人要过来试训，我们想特招2、3个，你去看看哪个好，把他留下来。好，没问题。
先生，好久没约课了。今天不就来约了吗？怎么样？今天晚上要不要？不好意思啊，教练，今天课取消了。小夏，小夏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听没听到？我说你怎么了？失恋了。情况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怪我，怪我。那天跟舒文波打球，我误会了，是我跟他说那些。断了。他心里本来就有疙瘩，就跟埋了个地雷似的。不是你，早晚有其他点把他给引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呀？我都快气死了！我难道还要回去找他去吗？不可能！哎，我没想到你这么直爽豁达呀，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。哟，你想我什么样？看我不是。那我请你吃饭吧，赶紧给你熟起来。好吧，反正我也不想一个人吃。上去！立正！敬礼！礼宾。因为小超掉了文职，所以我们重新选拔新队员，补充一下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来试训的几位同志。崔志豪到，徐宁到，周文静到。周文静是咱们这一批新人里唯一的一名女特警，她本人非常优秀。来，文静，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卓文静，北体毕业，原来是名射击运动员，特招进的警队。我的步枪基础射击成绩为步枪握姿200米，100发，1000环；步枪立姿成绩为行嘞200米，我记得你以50发前是射击，500环。这个会赶上你。听说咱们中队藏龙卧虎，放哪儿了？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多多切磋。一会儿测试有对手。耳听为虚，究竟怎么样，比过才知道。完了，咱们数队这次发挥比平时还稳定，肯定没问题。太厉害了！预定，向左转。我宣布今天的比赛结果：第1名，卓文静；第2名，舒文波；第3名，徐宁；第4名，宋华夏；第5名，
崔志豪。第6名，李永宁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卓文静和宋文波同时精确地完成了比赛，但是卓文静在最后时刻第3把脱落的情况下，仍然精准地击中了目标。所以今天的比赛，获胜者是卓文静。今天状态不错呀。不过这卓文静是真厉害。是，他能够在第3把脱落的情况下，仍然准确命中目标，确实厉害。要换作是我，还真不一定他做得好。还是一小姑娘，就灭得我满地找牙。队长，对不起，我给咱们老队员丢脸了。人小姑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肯定比咱们付出的多。输给这样的人，你有什么可丢人的？秦队，哎，邢队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文波在我们队里可是数1数2的，一上来就能赢了他，真的很厉害。赢过他不算厉害，赢了你才是真正的第一。咱们又不是运动员，以后还是要看团体作战。不过你要比，随时奉陪。但今天不行。欢迎来到龙湖。这些是典型的病例，并没有什么普遍性。但你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，做手术的时候有办法，好吧？啊，拿回去好。谢谢少。没事没事，嗯。邵主任，哎，谢谢你啊，那个网站真的很好用。好用吧？不好用就不给你了，这网站。论文学怎么样了？因为最近不在省外，所以还是少了一些病例。我在省外啊，正好最近有一些相关的病例，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做参考。现在没事的话，跟我去办公室拿。没事，接电话。回头你把这论文发给我，我看一下这些病例合不合你的论文，到时候再联系。谢谢邵主任，那我接电话。喂，邢教官。李少，今天值班吗？不值班。那我请你吃饭吧。不是特训了吗？吃个饭没问题，晚上回基地。哦，那就找一个离你近的地方，这样也方便。谢谢啊。那你想吃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定。好，说定了。那待会儿见。思念分一半，比较容易承担。耳边你的话在脑海打转，阅读理解很难。一起天更蓝。哎，队长，晚上一块儿吃饭。为何我后知后觉的等待，读不懂那喜欢？我要会心一笑的周旋。师傅，麻烦你帮我前面就停车吧，我走回去。好的。爱情能被点燃，像条色盘中凌乱，各种颜色却描绘幸福的模样。对不起，路上太堵了，我中间下车，我跑了2公里才到，来得及吗？你几点要回警队啊？不着急，不着急。
我本身是想单独约你，但是你们先进去吧。确实厉害啊！还不是您让付我，侥幸侥幸。没有。哎，这位是米卡，李医生。你好，你们好。总算来了，我们那行饿死。那人齐了，开吃吧。来，开吃吧。吃。往那边传水。本来是想单独约你吃饭的，碰巧遇见3个新同事聚餐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哎，卓文静，你一来就干掉了我们树队，你是不是得跟我们树队喝一个呀？这一杯我来提。就人家这身手，别说女警，在咱们队里那都是拔尖的。来，我敬你。您客气了，您客气。你们2个新人是不是得陪着呀？对，干嘛呢？来，你笑什么呢？没有，就是他们喝水跟喝白酒似的。他们晚上回家还有工作，所以不能喝酒，只能过过嘴瘾。每次单独约你吃饭都搞成这样，对不起。没事儿。那个，你欠我的那顿饭我早就忘了，你要有事儿你就忙你的。邢队，我代表我们几个新人，敬您一个。我们久仰您的大名，3届全公安系统大比武的冠军，1次1等功，3次2等功。您带领的猛虎突击队，无论是从实战还是到训练，那都是咱们全国特警的标杆。我们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大家庭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。好。我也提一个，一起吧，来。猛虎大队，勇者无畏！来，哥。李医生，哎，我叫卓文静，我敬您一杯。您是我们邢队的女朋友吧？不是的，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。那个米医生跟我们都是好朋友，特别熟。那上次那个粉丝绑架明星的案件，米医生还帮了我们大忙呢，是不是？是。别光看吃东西啊！吃啊！这螃蟹不错啊，快一人拿一个。这都是公的。真的，都是公的。啊，每次邢队一请客，我们就有好吃的吃。那个，这螃蟹得趁热吃。啊。米医生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太习惯吃这样的螃蟹。我来吧。你来干嘛？我帮你剥。不用了，你吃你的。下雨了，我送你吧。你不是着急，算了吧。还有时间。警队上车了。催你呢，没事儿，我反正值夜班值惯了，这也不算晚。我打车。对不起。那你到家给我电话。
还以为你跟我一样，是游戏人间的花蝴蝶呢。没想到你对一个狗尾巴草这么认真。小夏，那个辛克磊今天约我吃饭，说是上次把我扔在了那个薰衣草花园的门口，今天补偿我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说晚上还要回基地，我就好心约在了一个离他基地比较近的地方。然后他就搞了一大堆他的同事，他们队还来了个女特警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好像舒文波跟他比赛都输给他了。然后那个女特警跟我敬酒，问我是不是辛克雷的女朋友，我当然不是了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你流浪的梦的温暖，我不怕为爱再奋不顾身，我只怕让你为难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一双手怎足够勇敢？就算我总听不清你的期盼，能否别再让背影显得太伤感？回梦的正月暗淡，从餐厅打车回去最多也就40分钟，这都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发微信啊？不是的，他就是我曾经的教官。这算公开拒绝吗？还是不好意思啊？今天约他出去玩，他还挺高兴的呀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你流浪的梦的温暖，我不怕为爱再奋不顾身，我只怕让你为难。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一双手怎足够勇敢？就算我总听不清你的期盼，你到家了吗？谁啊？我。有任务？没有。睡不着，聊会儿天。哎，你妈这次来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她现在迷上广场舞了，回家没人跟她跳，现在都舍不得回去。我看舍不得的不是广场舞吧？是儿媳妇儿。你怎么也给我开这种玩笑啊？我跟小夏本来就不是很熟，她就是一时热心。我也没说是小夏。哎，你不觉得今天晚上奇奇怪怪的吗？你也发现了？发现了。那这怎么回事？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那就不对劲儿。怎么个不对劲儿？我觉得，因为卓文静。卓文静？对啊，咱们警队现在突然多了一个女警，你不觉得李念跟罗挺那俩小子今天那么热情，这肯定有问题。真是块木头。哎，兄弟，没说完呢你。哎，你今天看咱们邢队和米医生的样子，你就没看出什么？邢队想追米医生。你也看出来了？我又不瞎，那桌上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那你说，米医生喜欢咱们邢队吗？不喜欢吧？他不当众否认了吗？而且你看，邢队请他吃螃蟹，他死活都不肯吃，很明显就不想跟邢队套近乎。米医生也是，那螃蟹挺贵的，那最后害我都给吃。
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你呀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我问你啊，今天咱们在哪儿吃的饭？餐厅。那废话，那肯定是在餐厅啊。那在靶场吃子弹。我的意思是，餐厅是不是离米医生的医院很远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很在乎这顿饭，然后他是见到我们之后才变得奇奇怪怪的。你说我这关怎么老过不去啊？你要先把这个消了，然后把它再一消。谁呀？李念。行队，你行队有任务啊。说了。行队，聊什么呢？没聊什么，我俩玩消乐的。来，继续。行队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说了。你刚才说，米医生其实很盼着这顿饭，来了之后却奇奇怪怪的，然后呢？然后螃蟹就上来了，说不说？那说。然后就看见卓文静还有我们一大堆电灯泡，那你是要单独约他吃饭的吗？这多了我们一堆人不说，还多了个漂亮女孩，那就好像米卡单独要约你吃饭，然后带了个帅哥，然后跟你说这是同事一块吃，你怎么想？我怎么想？那不还是因为你吗？说什么要一起吃饭？不是。那照你这意思，其实他很希望单独跟我吃饭。对。今天太抱歉了，说是单独请你吃饭，还让你那么远赶过来，最后也没能送你回去。哎，邢队，我在电影里面看过，这女孩说没关系就是有关系，说不要紧就是有事儿。滚！晚安。邢教官，我已经不是你教官了。习惯了。那个，你没淋雨吧？没有啊。这好像已经是我第2次把你扔雨里了。好像是的。我保证，不会有第3次。有第3次也没关系。我以为你不会给我第3次机会了。那咱们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嘛。我在医院听那些师兄师姐们说，经常约着会，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下次约会，你可以随便放我鸽子，多少事都行。咱们俩这算约会吗？啊，那就缺一次正式的约会吧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今天白班，明天后天小夜班，然后大后天大夜班，然后就可以休2天了。哦，那后天下午可以吗？
嗯。好，说定了。嗯。早点休息。嗯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哎，晚安。晚安。灾情紧急，这也是第一次成建制的抽调公安特警参与救援。你们马上抽调猛虎突击队作为先遣队，今晚立即赶赴灾区。是，收到。邢克来，马上通知猛虎突击队，全员立即集合。哎，领导。啊，好，知道。手里活都放一下，咱们去开会，快。任队，咱们的液压破拆工具不太够，需要再调一些过来。行，我马上去调配。好，文博，灾区的地势复杂，所有人的配置装备一定要精简。还有，听说那边的食物物资非常的匮乏，至少准备每人10天的干粮。明白。来，全体都有，立正。刚刚丽南县发生了7.8级大地震，总部已经下达了预先号令，命令我队以航空方式快速抵达震区，执行抗震救灾任务。邢克磊，你来宣布一下出发时间和纪律。今晚6点，60名突击队员集合出发去机场，5人一组，罗挺负责电台海事卫星电话，其余每名队员随身携带手枪、手电筒、救援绳索、固话机、铁锹和3天的干粮。后勤保障部门负责运输液压破拆工具、防火服还有生命探测仪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同志们，到达灾区以后，一切行动听从救灾指挥部调遣，竭尽所能，抗险救人。好，各自给家里打个电话吧。解散。喂妈，我好着呢。啊，你新闻都看了吧？哎呀，不用担心，放心吧。啊，好。哎，姐。刚才丽南县发生7.8级地震，我宣布，我院立刻启动应急救援方案，必须全力配合救援灾区，全院停止休假，派遣各科室医生、护士，组成医疗救援队，马上出发前往灾区。何主任，你来宣布一下这次医疗队员的人员名单吧。好的，请各科室负责人记录一下。骨科王健、杜鹏、朱浩斌、顾洪峰；普外李晨杰、王杰、王希雅、王丽；急诊外科魏兰、周哲、陈涛、陈小燕；神经外科贾丽、林志杰、王茂、徐敏。现在人员十分紧缺，除了名单上的人以外，请各科室主任做积极的动员，在保证科室正常运转的情况下，尽可能多的征集救援志愿者。半小时以后，把志愿者名单送到院办来。张院长，这地震之后主要的伤情是以骨伤、外伤还有脑外伤为主，所以神外这一块我可以带队过去。太好了，贺主任，稍后你和赵主任一起整理一份器械和药品清单。陈主任，你安排后勤部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，并且安排好车辆。好的，请各科室的医生交接好手上的工作，2个小时以后在医院集合出发。辛苦各位，散会。互相照应啊，辛苦了。小心。
天哪，你看啊，你看道路都塌了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这次地震这么严重。对啊。你看这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看这条新闻，我太激动了。这么多呀！这次。是啊，什么时候那么严重？你看这个。是啊，什么时候没事吧？大家都静一静。我听说邵主任会带着去救援。真的？真的？是。盯这几根。看样子大家都很关注地震的情况，是吧？咱们院里也一样，所以启动了应急的方案，会派救援队去灾区救援。我现在念一下啊，现在是初拟出来的救援队名单：贾丽、林志杰、杨敏如、霍一成、王茂、徐敏。其他人还有谁想去？邵主任，我从小在丽南长大，那边的环境我熟，我想去。哦，邵主任，我也要去。邵主任，我也去。邵主任，我也去。好，邵主任，我也去。我们也去。好，那就大家一起去。那好，请大家各自安排交接好手上的工作，回家收拾一下。6点在院里集合出发，到机场。好。连生，把咱们手头的病人的资料整理一下，交给黄医生啊。好。这次我们参加救援队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科室是我、周哲、陈涛还有陈小燕，但是人员还是不够，还有谁能参加？兰姐，我去。好。曼曼，你别去了，你下个礼拜举行婚礼，再说我们去就行了。这里也需要人手。周哲，虽然名单上有你，但是你老婆前2天刚出产房，这次你也别去了，我找人替你。放心吧，主任，他也是医生，他能够理解。陈涛呢？我必须能去。好，陈小燕，没问题。好，还有谁？送我一个，我也去。魏主任，我也去。好，陈涛，一会儿你把名单统计一下，看看都有谁，然后交到院办去。好。所有参加救援的人，尽快交接好手上的工作，回家收拾东西。我们6点钟集合，出发去机场。是。哎，妮卡。哎，柯小姐，我正要去医院找你呢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要去丽南救援？是，我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克里刚刚打电话让我把这个应急救援包给你。谢谢。在那儿注意安全啊。对了，邵主任是不是也要去啊？是，邵主任负责带队。哦，那你们一定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需要我的就跟我联系。我在药材物资方面有很多资源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柯小姐。好，我去收拾了。好，快去。谢谢。全体队友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一会儿，我们所有人的装备放在第2辆车上，我们坐第1辆车赶往灾区现场，要在第一时间救更多的伤员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全体队友，上行列。
大家都别慌，刚刚应该是一次小的余震。我们现在离丽南县呢还是有一段距离，所以危险性不是很大。这一晃呢，我看大家也都醒了，那我就说明一下啊。一会儿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指挥部在秋山县设立的医疗大本营。这个呢是我们车可以开到的，离镇中丽南县最近的地方了。这个医疗大本营呢是由部队提供的救援方舱组建的。除了我们，后续还会有其他医院的医疗工作者会在之后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。医疗大本营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分诊的中心，会根据我们收治的伤者的受伤程度轻或重，来决定是给他送到后方的医院接受治疗，还是在这个大本营接受治疗。所以呢，魏主任到了之后会带领急诊科的医生开始他的工作，分诊，还有第一线的基础救援。其他人呢，到了马上去调试机器，安排轮班。希望明天早晨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开始我们的工作，救治伤员了。指挥长，江宁市特警支队队长郝一成率领猛虎突击队第一批队员，共60人向您报到。辛苦了，郝队长，辛苦了。都安顿好了吧？安顿好了，共住在5个帐篷里。有什么任务，请您指示。好。还有一点，我想强调的是，进入灾区之后，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我们安全了，我们才能救更多的人。在我们医院的时候，大家的工作量非常的大，很辛苦。但是即将面对我们的工作，只会强度更大、更辛苦。工作间隙，找空休息，保存体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这里的方舱啊，刚建立不久，很多仪器设备也都是才送到的。每天这里需要治疗的伤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做手术啊。像现在这样乱哄哄的肯定不行，必须得建立有效的分诊制度，这样才能够把有限的医疗资源全部分配给那些需要紧急救治的伤员。后送这个环节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提高重视。目前这里通往丽南县的所有的道路已经中断，先遣部队已经徒步进入镇区，抢通道路。现在各地前来支援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到达了。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障这医疗救护大本营的建立。明白。这里是离镇中最近的医疗救护大本营了。随着灾民的陆续撤出，会有很多伤员送到这里。你们要协助维持好秩序，在保证伤者有序就医的同时，一定要保护好医护人员和器械药品的安全。是。哎呀，我们就是县级医院，这方面啊实在是没什么经验。这地震一来，楼房也塌了，我们全都懵了，包括现在送到的一些新的设备，哎，我们都不会用，所以你们能来啊，真的是太好了。这样吧，陶主任，就按咱们来的路上商量的方案，我们试着把这个功能区看看重新给它分配一下啊，做一些调整。还有就是把我们带来的器械重新调试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魏主任，分诊这个工作有点难度，但交给你们了，辛苦了。
没问题。啊，你先去看一下。好，咱们进去看一下。哎，走。我们采用3级预检标识法，3个颜色的手环，红、黄、蓝。红色表示最紧急，必须立刻手术，持续监测各项生命体征；黄色代表紧急，2个小时之内必须接受治疗，每半个小时观测各项生命体征；蓝色代表不紧急，可以等待2个小时以上再进行处理。同时，这个手环也包括了患者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受伤的原因等所有的信息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判断有没有传染性的疾病。陶主任已经划分出了传染隔离区，一旦发现，立刻送往隔离区隔离。陈涛、米卡、小燕、方医生，你们4个人每人带3个护士，组成4个小组进行第1个轮班。接下来换班的人我再来安排。伤员来了之后，你们要第一时间进行预检和分诊，预检分诊处就在大门口。记住，一定不能让没有进行预检和分诊的伤员进入到治疗区。魏主任，魏主任，又来了2车伤员，说是有40、50人。走，去看看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原地放下，先不要慌，就在原地排队等着。先别动。陈主任，我们来帮忙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需要他们在原地等候，让我们的医生先做预检和分诊。好，明白。所有人都不要慌，听我说。现在大家这么慌，根本没有办法对你们进行医治。所有伤员都集中在这一块儿，伤情严重的优先。米卡、陈涛，拿分诊手环。其他的医生先跟我回候诊区。好，先走，快！医生来，医生来救救我！当心，当心！头晕吗？他开始头晕。那他有没有想吐的感觉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有药物过敏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宋雨欣说，好，来，小心。来接一点。到了。现在出任务，那边通知我们过去。好，好。通往镇中溧南县的道路桥梁全部垮塌，受损严重。指挥部已经组织部队从多处徒步进入救援，但是从我们这里往西大概90公里，溧南县下属的位于五方山附近的6个村落仍然是盲点，没有灾民逃出，也没有任何受灾情况的消息。因此，指挥部要求我们组建突击小队。钱克磊，你带人徒步进去，打开生命通道，传回灾情信息。同时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，在目前道路不畅的情况下，为空投救灾物资寻找合适的场地。好，明白。前提都有，快速通过。我老公还在里面，快救救他！石坤，救住！哪个受伤严重？旁边有一把扶手梯的压棍拿过来，快！不是，不要抬。来，第一个，继续，还搬着继续搬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这也慢点，这也慢点。他活着。瞳孔放大了，快上救护车，快！走。
如果手臂发生有一些肿胀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再回来找我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什么情况？女生脚架淋淋，头部被硬物撞击，有异物插入。我们已经简单的处理过伤口了，等待手术。好，坐走。他什么情况？伤者名叫徐科，已经被压在废墟下面15个小时了，左眼瞳孔放大，头部有受伤，可能是被重物砸伤。 也有可能出现颅内血肿，需要尽快的去照 CT， 安排手术。作为邵主任，走。好。邵主任，有个病人在废墟下被埋了15个小时，左边瞳孔放大，头部被重物砸伤，可能是颅内血肿。CT 做了吗？已经安排了。陈涛。 回去跟魏主任说一声，我们这边人手比较紧张，米卡要留下来做手术。好。燕莎，那还得辛苦你啊！这边有一个颅内血肿的手术要做，你跟米卡一起配合家里。好。准备2个单位红细胞。好。 贾医生，片子出来了。重性颅脑外伤，急性硬膜下血肿，脑挫内伤，颅底骨折，沟回疝形成，准备手术。好。 患者心率血压下降，心率34，血压80、60。病人快不行了，血量太大，燕山，你帮我一起吸。是。血量太大，我看不清楚了。血止住了，但弥漫性脑肿胀持续加重，希望不大，需要快速关注。患者心率下降，血压测不到了。患者心跳停了。酸素、舒颤仪、升压药，准备舒颤。200架。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完全没有生命迹象，宣布死亡吧。死亡时间15点31。嘉里岩山，尸体料理。妮卡，妮卡，跟我来一下。 病人左前额有异物，临近大脑前动脉，异物应该是从眼眶上方斜行刺入的。这颈靠大血管非常危险。冠状切口，注意保护大脑前动脉和袖部前颅底，防止脑脊液漏。那颅底修补材料用什么？病人颅骨的骨膜是完全剥离下来，作为堵漏材料。好，听明白了？明白。开始手术。走。出血量太大了，又肿了。 再上一台吸引器。
胜利盐水大纱布保护窗面。 做的不错，脑部已经不继续肿胀了。我们继续。怎么样？ 云山，你怎么了？刚才，刚才那个血就那么喷出来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会那样。云山。 这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别想太多了。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。云山，我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。作为医生，我们以后也要经常面对，尽力就好。 取出异物。血压多少120/60。手术完成，关录。是。 文莎，米卡，怎么了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没用。涂好了吗？涂好了，准备去工作。不好意思，少主任，我们也挺想控制情绪，但是可能还没习惯。有情绪很正常，但是学会让情绪快点过去。这个时候情绪什么忙都帮不上，知道吧？明白。然后去吃饭，啊，马上有病人过来。去。 对。昨天我给你留2块。好嘞。来，燕子。谢谢。哎，谢谢你。大家吃完早点休息吧。是啊。
难受呢。这一下子吧，让你们面对这种场面呢，冲击力一定是很大的。面对天灾呢，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。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？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，但到最后，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。这种感受我有过，我很懂。但即便如此，你们不可以妥协的，不可以。命运给你一巴掌，你试着一拳打回去，就这样跟他杠着，慢慢的，没准某一刻他就停下来了，不折腾你们了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我们所有人这么辛苦，为什么？为的是实现医生的价值，帮着这些受灾受难的病人，一起向命运还手，跟他讨价还价，不被他一锤子砸死，尽量从死人的手里把他们抢回来。张医生，骨科有个需要马上手术的。看到了吧？大家都忙着呢，哪有时间难受，是吧？哦，对了，送点温暖给你们啊！来不及吃饭的时候，含嘴里边，经点事儿。我们吃了再去救更多的人啊！米卡，快跟我来一下，快！哦。送2号手术室。走，快！宋飞主任，好。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行，出发了，出发了啊！哎，邢队，啊，你看那边。警察同志有吃的吗？快来，警察同志在这儿，快来！有吃的，吃的。慢点，慢点。你们是哪个村的？我们是茂村的。那山呢，垮了一半，好多房子都被埋了。我们等了好几天，没吃的了。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往外跑，这跑
跑出去以后才发现，那路也垮了，那村里还有好多走不动的老人，那都在村里等着呢。你们附近是不是还有5个村子啊？是，离得不远，都遭灾了。李村有的跑到我们村子来找东西吃，我们也没有。他就是李村的。对，我李村的。我们要去李村，能不能帮忙带路？我给你们带路。你这个小娃娃，你别添乱了。这样，警察同志，我路手，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，我带你们去。好，那你们其他人可以去小北镇那边有吃的可以领。好，我跟你们回去。警察同志来帮我们，我们也不怕什么了。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如果想领吃的，可以去小北镇；想回去的，跟我们走。警察同志来了，村长，警察同志来了，我看村长，这就是邢队长。你们来了，我们就有救了。咱们村伤情怎么样？我们村还好，都是些外伤。听说下面这窑沟村都被埋了，房子都被山盖了，哎呦，救都没法救，路也没了，整个山坳都被填平了，太惨了。哦，窑沟村逃出来的人都在这里呢。哦，这样吧，我们先想办法空投一些食物过来。那个罗天明呢，帮忙把帐篷先搭起。是。你去找一片空地，准备空投。是。有人吃的。那边都是从窑沟村跑出来的，就这么几个人了。这楼下、这底下的房子全塌完了，完全待不住人，很危险。哦。邢队，我们在后山找到一大块平地，可以作为空投点，而且我们在村委会还找到了2个大块红布，可以使用。李峰，你让村长带你去其他村看。是。罗婷、李念，哎，来了，走了。走吧。夏姐，咱这一路上遇见好几次鱼灯，你真不怕呀？你怕吗？你怕就可以先下车回去。我一大男人，我怕啥呀？我怕你真进去了受不了。你看，要不是咱们运气好遇见这个拉伤员的车，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走着呢。走，我也要走进去。大姐，没事吧？怎么了这是？师傅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人陷进去了，快下来推车，快！快下去帮忙！伤者别动，你们好好在车上休息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车能陷进去了，快帮忙推车吧！来，大家帮忙推车吧！走，推车吧，推车！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不行，车子太重，又陷得太深，出不来。现在最近的医疗点是秋山县，离这里大概3、4公里。这样，我们抬2个重伤的人先过去，让轻伤的人留在车上，让司机在这里等其他车来支援。好。那我们6个人，有2个伤者，谁来搭把手？我们帮忙。对，我们可以帮忙。好，那我们把重伤员放上担架抬走。好。来。小夏姐，要不把你的相机给我背吧？你背的已经够沉的了，我自己可以。我也没事儿。邢队，就是前面。邢队，就是这儿。
这儿比较空旷，而且附近没有超过5度的障碍物。好，胡十字，通知指挥中心。是。兄弟，这边海事卫星电话接不通啊。上山顶吧，用电台。是。哎，你们俩先往后退。往后退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呼叫指挥中心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指挥中心收到，指挥中心收到，请讲。行吧。报告，江宁市猛虎突击队第1救援小组已到达丽南县茂村，这里有5个村落，约300名村民受困，9成以上的房屋倒塌，整个姚家沟都已经被山体掩埋，部分幸存者也集中在茂村。现在我们急需大量的水、食物和外伤药品。空投场已开辟，坐标东经95度07分，北纬32度22分。收到，重复空投场坐标东经95度07分，北纬32度22分。报告完毕。收到，注意安全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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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吗？救命啊！前面什么情况？这儿有人昏迷了，陈博士的头部被石头砸中，已经昏迷1个晚上了。稍等啊，我们马上下来救你们。稍等啊！我们是中科院的勘探队，陈博士是我们的水利专家。我们在丽南进行勘测，结果遇到了大地震，就跟大家跑散了。怎么伤的？是山上的落石掉下来砸中了头部。他一开始还是清醒的，之后就迷迷糊糊，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就一直昏迷了。罗鼎，下面伤者头部重伤。你叫李念还有卓文静拿着担架还有急救箱过来。好，是。快点啊！好。脚心后面啊！脚心后面，注意身后，注意身后。慢点。小心啊！兄弟，我刚从电台听到消息，从大本营到龙耳沟的西线通道已经全部打通，我们把人送过去就有车了。龙耳沟，这山后面就是龙耳沟，直线距离不长，抓紧吧！来，3、2、1，起！师范，指挥中心让你过去。好，看见那个灰帽衫那人，盯紧他，去。是。哎，小夏姐，那不是猛虎队的苏文波吗？哎，上次采访我见过他。他们也来救援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不跟他打个招呼？赶紧工作吧，了解一下环境。你摄像，我拍照。哎。
搭个索桥了。来，一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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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前面路滑，小心脚下啊！担架抬稳。文静，邢队，朱文静摔下去了。朱文静，文静，邢队，我在这儿呢。注意安全啊，邢队。邢队，注意安全！文静，文静，邢队，我在这儿呢。邢队，你慢点，你小心点。怎么样？没事，还好那几棵树给我挡了一下。不然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我死也在这儿。哎呦！能动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使不上劲儿，太疼了。罗婷，现在文静受伤动不了，这样，你先带陈博士去龙二沟，那边已经通车了，你叫医生来过来帮忙。收到，邢队。好。要不要我下去？不用了，你先走吧。是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。注意防水啊！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。是你啊？邢队很快就回来了，别担心。医生，书子，李医生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大齐，这边你看一下啊。怎么回事？在哪手指上？怎么手指上？主要是头部被落石砸中，一开始还是清醒的，之后就迷迷糊糊，中间又醒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就一直昏迷了。头部已经放大，无意识，准备手术，走，走，小心。赵主任，怎么了？病人的脑部受创，找到的时候已经昏迷，中间清醒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又昏迷了，左边瞳孔已经放大，病人无意识。急性硬膜外血肿，准备血袋。好。看这儿，骨折线已经延续到了颅底还有横窦，必须骨瓣原位打开，才能避免横窦进一步被撕裂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开始。具体什么情况？我们运陈博士的时候，地太滑，朱文静直接掉到山崖下面去了。在哪儿？在山崖下，离龙二沟不远，邢队在那守着呢。我去拿急救箱，等我。好，现在什么情况？血肿清理完毕，现在悬吊硬脑膜。手术完成，转录。
就那儿，明生，他们在那儿。等下，金刚雷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收到。你们怎么样？出血量不太大，但是人动不了了。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锁匠，你行吗？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小心啊！疼吗？不疼。腹部呢？腹部也不疼。啊！哎，不行，疼是吧？啊！我得把这个取出来，是不是已经和你裤子的布料一起粘在里面了？要不然会感染的。你忍一下。哦，紧张啊！医生，我以后还要穿裙子呢。放心吧。行了，帮我拿个剪刀。快点让他晕上去。罗听，准备接人。收到。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腰部和他的伤口。好。谢谢医生。麻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但是病人还没有醒。病人左瞳孔散弹，血压升高，高压210，低压120，脉搏降到42了。肯定有原发性远隔处血肿，再做 CT。来，1、2、3，快！这儿，患者侧有新的血肿，和颅压降低有关，破口有活动性的出血，进行2次手术。我现在在扩大患者骨窗。双击。明胶海绵，压迫红的破口。再加棉片压迫。血起不住了，再加400毫升血。锥形明胶海绵，不要堵住吸血口。血止住了。
侯丁，我现在来门口接你们。哎，你谁啊？医生让我来的。啊！我腿被砸伤了，痛的没办法才来偷的，就放过我吧。是一个吗啡的，抓起来。 抓了个吸毒的，押去派出所。是。朱教官，谢谢你啊。应该的。我们在这盯着他好几天，专门设点抓他。这儿附近有人巡逻，放心吧，安全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好舒教官在。没事就好。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，我们地震特别报道呢，增设了一个灾区热线的板块，所以有很多企业就联系我们，想要捐赠一些物品，就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急需的药品，我可以帮你们发布出去。哦，我还是带你去找陈主任吧，他是负责后勤的，他那里有具体的药品清单。好呀。怎么样？树枝已经拔出来了，没大碍了。 来，搁这儿。舒队，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嘴硬？文琴来了，快，我们把他推进去。来，2号手术室。好。邢克磊，邢克磊，火速回指挥部报道。好，收到。
除了药和物资，我还带了一些水和食物，因为车正好放得下，所以就都带过来了。哎呀，谢谢你，邢总啊，这些物资和药品啊，都是我们现在急需的。我替现场的老百姓啊，谢谢你。瞧您说的，这都是我力所能及的，比起你们，简直太微不足道了。邢总啊，我给你们安排了休息的地方，一会儿呢会有人带你们过去。我那边啊还有点事儿。啊，您先忙。先告辞了。好好，啊，辛苦了啊。谢谢。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谢谢你啊？我们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，只不过是方式不同，咱俩就别互相道谢了。好，那以后不说谢谢，都放在这儿。我记得你以前连续做手术的时候，口袋里都会装巧克力，给你拿了巧克力，还有咖啡，速溶的，在这儿会比较方便。在心里边了。邢总，哎，电视台的记者刚刚拍了运送物资的画面，想问一下你可不可以接受采访？哦，行。啊，邵医生，他们说也想采访一下现场的医护人员，您是第一批来的，想问一下您方不方便接受采访？不方便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不好意思。他们是你找来的？不是啊，是他们来这边拍医疗救济的情况，然后问一下我们能不能采访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通往镇中丽南的道路呢，部分打通，但是通讯还是不行，断的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伤员还有受灾群众也送不过来了。是鉴于这种情况，指挥部呢就想让一个医疗小分队跟着救援组一起过去，还有看看其他的一些人吧啊。这不正好王主任也来了吗？他能接替我的工作，你呢就帮我调派一些人手过来，跟我一起过去。好，我去协调。路上很艰辛，所以告诉大家凭自愿吧。明白。辛苦了。好。邵主任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几个是跟我一起去的，思思他们是送别的，是吧？邵主任，我是胸外科的林之峰。啊，这两位护士你都认识，他们是杨元和刘玉。邵主任，邵主任好。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丽南县新关村一带，离这有70公里的距离。这车呢只能走一小段，剩下的我们只能徒步。你们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装备检查了？准备好了。我们每个人2个包，带了3听的干粮和水，其他的空间都放药品和医疗器械。你放心吧。做得好，那我们出发了。好，走了啊，辛苦辛苦啊。拜拜，你好，拜拜。邵主任，对，齐了吗？啊，都齐了啊。你手没事了吧？好了，上。那么现在救援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们会继续在现场进行进一步的林家村遭遇余震，需要支援，需要支援。林家村遭遇余震，需要支援。1队留下来巡逻，其他人跟我去林家村，快！是。我们必须帮忙，快走，快走。你们小心点落实啊！好。前面还能走吗？走不了了，那泥石流已经把前面的路给截断了，只能走路。好，谢谢。前面车走不了了，所有人拿东西下车。徒步路程比较长，大家注意上方落实，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。师傅，没事，来吧，来吧。
行的，要咱们歇会儿吧，让大家吃点东西。对啊，咱们倒还好，就是这些小护士，要不然大家都休息会儿吧。现在这个路段太危险了，坚持一下吧，快到了，大家坚持一下吧，再坚持会儿吧。来，走吧，走走。没事，先脚底下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正在秋山县靠近历南方向，这里受灾比较严重，大量的救援队正在紧张救援中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身后啊，有我们的特警、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许多参与救援活动的支援。你好，是胡队长吧？是的，我是某某突击队的，来增援你们。太感谢你们了！这次余震造成在学校避难的群众又埋在下面了。所有人，3人1小组，先搜救，发现被压的群众，立刻通知消防战士。送，你从上面的画面跟一下啊。哎，小姐注意安全啊！我去那边看一下啊。好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小朋友，大家快过来啊！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个小孩，快过来！这边，过来。走。这边过来。来，这边，这边。来。快来人，小心点！先想办法把上面板子挪开，好切割下面预制板。来，快让开！先找到承重点，一定要小心。伤者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有没有什么营救措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的？不管方案是什么，都请你先推到一边好吗？采访的第一要素是不能影响救援。可你也是记者，我拍了吗？走，撤，进车。好，先把人员让开，来，小朋友坚持住啊！坚持住！哎，你们2个过去把那个抬起来。来，那边，来，小心，小心！来，抬起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走！抬起来，1、2，慢着。来，你搭把手，快！来，啊，这一块，来，快！1、2、3，停！小心小丸子，小心！坚持住！小朋友，来，快点！小姑娘小心点！哎，小心！ 1、2、3，这里让开！担架，快点！钳子来了，钳子。小心点！哎，担架来了！慢点，小姑娘不要害怕啊！来，腿小心啊，小朋友。啊，你是最坚强的啊！小朋友坚持住啊！慢点。来，小心他腿啊！小心啊，小心点啊！担架，哎，小心啊！小心。叔叔，谢谢你救我。你是最棒的啊！来，走，快！好，前面让开！走，小心点。下面接一下，下面的接一下，前面让一下。乡亲们，地震后还有余震，房屋已经不稳了，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，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。乡亲们，地震后还有余震，房屋已经不稳了，请大家不要待在房屋内，跟我们去平坦的地方。乡亲们，地震后村长，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平坦的地方，适合搭帐篷？我们这儿靠山，平地少。8里希望小学有个大的操场。好，那一会儿我去看一下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咱们就在那儿待着。下面村里很多房屋只是开裂没有坍塌，村民没有走还在里面。我们现在需要人手啊，将他们转移出来，安置在临时救助点来。好，我现在找人协助。嘿，好。哎，舒队长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说。是这样的，这次被压的群众大多数都是由余震造成的，所以我们想拍摄一个视频，告诉大家地震中很多房屋已经出现了结构松动，非常危险。呼吁大家不要再在室内待着。我们大概会在这片拍，不会耽误你们救援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啊。把东西都装好，然后电充满了吗？行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在看山体的裂缝，竖向的还好，横向的一旦出现，很有可能造成山体滑坡。还有就是看山上的溪水，如果突然断流的话，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出现裂缝渗入地下。
呼气，吸气，好，憋住。好了，这肺上是有点杂音，可能是这下呼吸道有点感染。血压基本正常了，但是低压还是有点低。你今天吃什么了？房子垮了，粮食都被埋了。昨天吃点红薯，今天没啥吃的了。我这有带压缩饼干。哎，谢谢。供水系统呢，应该是已经瘫痪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担心附近几个水源呢会被污染。我们带了净化药片，我可以教你们人怎么用。好，那你们几个跟着邵医生过去帮忙。跟我来就好。快，在那边啊。哎，在这边。村长，咱们村粮食怎么样？村里的房子倒了一大片，粮食全部埋在下面。房子没倒的人家有吃的，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啊。罗婷，到，拿一些粮食分给大家。是。这边。哎，罗挺漏了。不行，我老伴还没回来呢，我得在这儿等他。奶奶，您先跟我们走，我们在村口搭了帐篷，那边有临时救援点。一会儿您老伴回来，我马上通知您。不行，我老伴有病，脑子不好，出门的时候连手机也忘了带了，他就认得回家的路。不行，奶奶，我们会联系各个救援点，一起帮您找，您放心好不好？我房子也没塌，不行，我得在这儿等。你先去忙吧，我来试试。好。奶奶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呢找一张爷爷的照片拿着，我帮您拍一个寻人视频，这样所有的救援队和联络点都能帮您一起找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一个记者，可以帮您传达消息，这样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。您看您在这守着，爷爷不一定能自己走回来，这地震路都封了，您让我们帮您一起找，人多力量大嘛，几率也更大，好吗？对啊。走吧，我们先出去。奶奶，您出去，我帮您找，帮您找。都回来吧。小夏，小夏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带奶奶先去救援点，里面肯定还有人。其他人跟我过来。师傅，小心点了。我老伴儿找不着家了，怎么办呢？对，这个一定要清啊，因为全是易碎的。注意啊！注意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，那个箱子，放这儿。对，把这个也放到这儿。轻点啊！轻一点，轻一点。陈涛，这个里面是什么？有碘酒、纱布、抗生素，还有凝血酶。那边仓库都放满了，这些药放哪儿？放那个吧，白色的帐篷，医生休息的那个。好，好，来，一起，一、二、四。哎，我来，一起。走。轻一点啊，洋洋。哎，对了，谢谢你啊，应该的。辛苦了。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，今年82岁了。他出门的时候啊，穿的是棕色的外套，一条黑色的裤子。6年前，他得了叫什么，海默症，就是老年痴呆。
他有时候清楚，有时候糊涂。我希望，谁要是能看到他，就告诉他，我是他的老伴儿，叫张桂花，已经把饭做好了，让他赶紧回来吃饭。邢队，邢队，我们巡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异常。好。我的老伴儿叫刘爱国，今年82岁了。他出门的时候穿的是棕色的外套，一条黑色的裤子。6年前，他得了叫什么？刘佳，就是老年痴呆。发了饼干。我给你们拿了点儿，那我就放这儿了啊，我先走了。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，但是我做错事儿了就必须承认。上次因为我太武断、太主观，误会你了。而且我不仅误会你，我还小看你了呢。你看，你有你自己的专业，你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事儿。你是一名优秀的记者，对不起。哎，苏队。他干嘛来了？我看他在这儿跟你说半天了。这个木头也不叫我一声。可能是因为你不想搭理他吧。不是，我戴着耳机，我听不见呀。没落东西啊？没有。人齐了，出发吧。走吧，走吧，那边。附近没有山体滑坡，看来受灾不是很严重。不知道有没有需要救治的人？你们有医疗队吗？我们就是。哦，我是当地卫生所的，我们那儿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对劲儿，麻烦你们跟我去看看。走。哎，走。这边。给我拿副手套。在外面等。病人意识清醒吗？清醒。伤了几天了？2天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看伤口不严重，就给他敷药包扎了。但是从昨天开始出现发烧、出汗，还很疼，
打了止痛针都不管用，我觉得不太对劲儿。我有点泛黄了。伤在哪儿？右腿。能看吗？啊。做过处理了啊？做了。我问一下啊，哎，这2天有没有出现血尿的情况啊？有是吧？你给我出来一下。都别碰。是急性坏疽，他用过的这些纱布全部焚烧掉，接触过他的医疗器具，深度消毒，而且标记好。好。病人现在已经严重的脱水了，而且有毒血症的症状，得给他马上做手术，把他腿上的这块坏肉切除掉，否则的话，腿保不住，命也保不住。明白。手术需要什么都清楚吧？清楚。如果没有3%的光氧化氢溶液，用1比4000的高锰3钾溶液代替。还有，别用我们的东西，我们这些用在后续的突发状况下。能用卫生所的用卫生所，该有的都有吗？都有。带他们去哪？行，跟我来。我们已经通知了指挥中心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清理现场。好的。病人呢已经转移到了另一间隔离屋啊，他的伤口是必须敞开的，我们已经放了引流管，给他引流血脓。然后你要密切注意他伤口的情况，每半个小时给他冲洗一次，适量的给他打一些青霉素。等路通了，尽快送他去后方进行后续的治疗和化验。好。他的病情你也知道，一定注意自身的防护。行，我知道。那我们走了。辛苦。天好闷啊！附近应该在下雨，如果雨飘过来，很容易造成山体滑坡，咱们得抓紧了。来，快点了啊！快点走！来，后边跟上。地震导致白石山和房山之间形成了一个高位堰塞湖。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，这一带会有持续的强降雨，堰塞湖的水位会持续上涨至决堤。一旦决堤，根据地势，从这里到修山县沿途10几个村镇都会被洪水淹没，其中包括一条我们最新抢修出来的通往镇中的道路。那有什么方案吗？水利专家看过了，他们认为可以在这个地方实施爆破泄洪，让洪水从牛头山汇入棋盘河，这是目前损失最小的方案。有几个村镇在泄洪区里面？有6个。新关村、望流村、下塘村、荔湾村、果林村、沙溪村，需要他们往上撤到南阳镇，海拔2500以上的地方。应该有救援队在那边吧？是啊，联系救援队，协助当地居民往上撤离。是。我们村儿好多房子都垮了，好在是下午。大部分人都在地里，人基本都没事儿。跑得动的都陆陆续续走出来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。我就把人都集中到这儿晒谷场的空地上，搭建了几个地震棚来安置。好，今天带邵主任去看一下。罗婷，拿电台汇报。好。这看样子又要下雨了。
挥长，已经确认 A2、A3、A5、A8、A9、A10 6个救援小队，在这些村庄附近。谢红还有多长时间？根据现在依据的雨量，不能超过5个小时。我们建议的泄洪时间，不能晚于下午3点。赶紧联络，通知他们，泄洪时间是下午2点半。是。呼叫 A2，呼叫 A2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呼叫指挥中心，呼叫指挥中心，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小分队，收到请回复。这里是新关村临时安置点 A8小分队，收到请回复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这里是 A8小分队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这里是 A8小分队。呼叫指挥中心，这里是新关村 A8小分队，收到请回复。收到请回复。没事了，没发炎也没化脓，没事。好多，来机长。给你换好药了已经啊，大爷没事的，好吧，去休息了。这边慢点啊，好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头朝这边，头朝这边。怎么了？走山路，路滑给摔了，肚子撞到块石头上，整个人晕了过去。没有呼吸，没有脉搏。肚子是吧？肚子。腹腔有出血，心肺复苏，开放静脉通道，推80毫克多巴胺，扩充血容量，准备除疝。邵主任 ，AED 的电池用完了。这时候用完了。外边那辆车谁的？那辆车谁的？兄弟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200焦，准备电机充电，离床，准备，继续。再来，充电，离床，继续。恢复脉搏与呼吸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救回来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邵主任，伤员的血压还是很低。他腹腔还在出血，找不到出血点的话，撑不了多久。村里有没有卫生所啊？垮了。他家属在吗？知道血型是什么吗？我大哥，他是 B 型。B 型。B 型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我们这儿要开始做手术，需要输血。你们哪位知道自己的血型是 B 型的？我们这儿需要献血，可以吗？我是 B 型，我愿意。我好像也是 B 型，我也愿意。好。我是 B 型，我也愿意。我好像是 B 型，我也愿意。我是 B 型，我也愿意。我是 B 型，我也愿意。他们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血型，如果弄错就麻烦了。我确定我是 B 型。我确定我也是 B 型，抽我们俩的。每人抽300毫升，准备交叉配血。好。哎，等等，这儿的卫生环境很恶劣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感染是后面的事儿，我们现在要找出他的出血点，给他止血，这是他生存的唯一机会。我主刀林医生，你来配合我就好。后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来负责。准备手术。是。能不能派直升飞机过去，从上空呼叫撤离啊？目前的天气条件不允许啊，直升飞机无法飞行。呼叫 A3，呼叫 A3，这里是指挥中心，你们联系上 A8没有？你们联系上 A8没有？收到，请回答。收到，请回答。联系上了 ，A3已经通知 A8撤离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邢队，让让让让！
邢队，刚收到 A3通知，地震后形成了高位堰塞湖，3小时之后就要泄洪。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，要求咱们撤离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南阳镇。邵准，还有3个小时就要泄洪了，咱们现在必须马上撤离。我这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做完的话他会死掉。不是你刚才说了吗？离泄洪还有3个小时，我2个半小时完成。咱们走出泄洪区要1个小时，这样根本来不及。那你带其他人走，留他们几个跟我做手术，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撤离。你带着他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出去。我是医生，我的职责是救人；我是警察，我的职责是带你们出去。现在走他就死路上。你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让所有人冒险吧？1个半小时，1个半小时我做完手术。1个半小时，我来接着。这条路一直往南走就是南阳镇，带着所有村民先撤离。行，到那儿以后联系指挥中心，看看能不能推迟泄洪的时间。是，乡亲们，听我说，因为要泄洪，所以我们现在急于撤离到南阳镇。你们现在有5分钟的时间去收拾一下你们急需的用品，最好带上伞和雨具，好吗？好。我们现在就往那边走，快！抓紧啊，抓紧，各位！明天，你给我留下，等他们结束。小心点儿。不好意思啊。坐稳了。嗯。怎么下雨了？哎呦！这雨怎么说下就下呀？报告，新关村大部分的人员已经向南阳镇撤离，但有1个危重的病人正在做手术。目前有2名特警和5名医护人员还在新关村。A8问是否有可能推迟泄洪时间？问问他们还需要多久撤离？没时间了，整个雨区的面积在变大，水位上涨的速度比我们预计的还要快，恐怕得提前泄洪。通知 A8剩余的人员立即撤离，快！是。手术完成。报告 ，A8已经全员撤离泄洪区，抵达安全地点。通知他们开始爆破。是。
小姐，来，小姐，我先去前面看看。好。这半边都淋透了，擦擦吧。不用了，我身上太脏，把你围巾弄脏了。弄脏就弄脏吧，擦擦。好，谢谢。你送饼干那天晚上，收队，有人打电话来，说找到张桂花的老伴了。收到，在哪儿？现在被送到明月村的临时救援点了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明月村应该离这儿不远吧？走吧。走。哎，钥匙给我。这里啊，没什么问题了，所有的物资都够了，你们就安心的吃完休息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。是有新任务了吗？萍乡矿井里的矿工被困住很久了，我准备带人去看看。邵主任。邵主任，情况怎么样？现在？有5、6个伤员的情况不是很理想，得赶快送回到大本营去进行后续的治疗。矿井那边现在有矿工被困，好几天了，需要医生。我想申请和刑队一起去。我就跟林医生一起去，我一个人带伤员回去找。啊。好。那行，那邵主任，我安排车，先带你回去。谢谢，照顾好他啊。我孙子，你上哪儿去了呀你？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呀？你把我都气死了！你来看，我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苹果了。